哎呀！民间传说穿红衣自缢者会变厉鬼回来复仇，那为什么要穿红衣服呢？这自然也是有科学根据的。红色往往代表着喜庆吉祥，可物极必反，穿在怨气极重的人身上便会放大他的怨念，此时的红色便代表着血腥与仇恨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。比如这种早有预谋的。我再问你一句，你还要不要我？上次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。我现在告诉你，15分钟之内，如果你不来，我就死给你看。我不是随便死的，我问过人家了，在午夜12点，穿着红色衣服裤子上吊死的话，这种死法的鬼很凶的。即使是这样，他心中如果没有怨气，也很难成功。那怨气又要从哪里来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小凤见男朋友心里还有她，非常高兴，就准备假上吊来博取同情。可就在此时，意外发生了，一阵阴风突然吹过，小凤也从假上吊变成了真上吊。等男友赶到屋内时，小凤已经断了气。好了，现在怨气也有了。在小凤头七这天，她如愿以偿地变成了厉鬼。正如她生前所说，这样死法的鬼很凶。还有一种就是生前遭受了莫大的冤屈，比如说电影《心魔》中的真娘，她的丈夫被官商勾结害死，而她也被仇人所霸占，她心中怨气难平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能选择穿着红衣服化作厉鬼回来复仇。在怨气和怒气的双重加持下，真娘成功化作了厉鬼。除了以上两种之外，还有一种更厉害的飞尸。故事发生在明末清初，杜振仁是潭西镇的捕头，由于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，被人尊称一声杜二哥。这天他出差归来，发现有官差正在抓逃犯，就上前帮忙。可他发现追人的4个官差他居然不认识，4人谎称是杜振仁出差时新来的。就在他们上前接手逃犯的时候，一把抢过了杜振仁的佩刀。杜振仁发现不对劲，想要抢回佩刀，而5人联手根本不给他机会将佩刀踢进河里。杜振仁只好用刀鞘迎敌。5人中除了包租公以外，其他人根本不是杜振仁的对手。杜振仁瞅准时机，将一个假冒的官差击杀，其余人不敢恋战，见不是对手就要逃跑。假扮逃犯的人被杜振仁一把抓住，包租公见状直接抛出手中的刀枪，同伙杀害，不留活口。然后杜振仁就带着2具尸体回去复命。总捕头见到2具尸体后，表示自己也不认识他们，并且提醒杜振仁：大弟，是你这趟出差差不多有半个多月了。快回家去看看吧。也好，这是带回来的公文，告辞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杜振仁顺手救了一个走投无路当小偷的年轻人。回家以后更是给小赵拿钱让他做点小生意，改过自新。妹妹提醒杜振仁：哥哥，你这次出门迟了回来，嫂子正生着气呢，你快点上楼去吧，快点去呀。回屋以后，他的小娇妻金莲果然发起了扰骚。到了晚上，镇上发生了一起命案，一个歹徒偷偷潜入首富卢大户家里将其杀害，并且抢走了卢大户的家传宝玉雕双鲤鱼。这个歹徒正是白天埋伏杜振仁的包租公，而买凶杀人的正是镇上的恶霸曾牛。为了陷害杜振仁，曾牛派包租公连夜把玉雕双鲤鱼交给了杜振仁的妻子金莲。而第2天一早，总捕头就带人找上了门。老弟，我的脾气你是最清楚的，所以我现在问你的话，你要一五一十的老实回答我。一定。卢大户昨晚深夜被人杀害了，卢家的人报官说凶手是你。这是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的。头，你想，我跟他无冤无仇，我怎么会对杨大人？杨大人，准是他，我一点都没看错。你们诬告我！头，还有卢管家还说，卢家的珍贵宝物玉雕双鲤鱼也是你盗走的。这是不可能的。头，这件案子怎么会落在我的身上呢？您要查清楚啊！我也是不相信。那么，老弟，你肯不肯让他们进去，里里外外的搜一搜？当然可以，请。有东西啊！房里没有东西啊！快，哼，你还说没有东西？哎呀，杨大人，找到了，东西找到了。就这样，杜振仁含冤入狱，不由分说，总捕头就开始对他上刑。此时的杜振仁也明白，总捕头这是被人买通了，为了活命，他紧咬牙关不肯认罪。与此同时，杜振仁的妻子金莲竟和恶霸曾牛眉来眼去。原来早在杜振仁出差这段时间，2人就开始私通。刚开始冒充官差劫杀杜振仁那5人正是曾牛的手下。为了尽快霸占金莲，曾牛才想出这种毒计。镇上的乡亲得知这件事后，写了万民信，将杜振仁保释了出来。等杜振仁被乡亲们抬回家的时候，已经是进气多出气，少快不行了。毫不知情的杜振仁还以为他这次大难不死，以后能跟金莲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。可没想到他刚喝完金莲端来的药，就呕出了2两老血。此时他才意识到金莲端来的不是药，
而是砒霜。他想着用自己最后的一口力气让金莲给自己陪葬，可他现在伤势太重，直接跌下了楼。妹妹听到声音后出来查看，她见到哥哥不停地吐血，非常害怕。杜真人用最后一口气告诉妹妹：要是我死了，给我穿一件红色的衣服，红色的。话音刚落，杜真人就断了气。连夜金莲就带着妹妹到棺材铺给杜真人订棺材。棺材铺老板一听生意上门，急忙开始推荐自己的棺材。杜嫂子，您看这副棺材怎么样？今儿上午刚刚做好的，没想到啊，到晚上杜捕头他就用上了。订好棺材以后，妹妹趁金莲不注意的时候，偷偷回来给哥哥订了一件红色寿衣。次日金莲就迫不及待地将杜真人下葬，更是在乡亲们面前表演的撕心裂肺，好像杜真人不是他毒害的一样，更是请来了山上所有的和尚进行超度，生怕杜真人半夜回来找他算账。到了晚上，镇上的3个小混混实在揭不开锅了，于是他们就打起了杜真人的主意。他活着的时候喜欢帮助穷人，现在他已经死了，帮帮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是啊，3人一拍即合，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挖开了杜真人的坟墓。可就在他们掀棺材盖的时候，发现这个棺材盖非常的重，棺材里还往外渗着丝丝的阴气。3人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棺材盖撬开。只见他们分工明确，2人拉住棺材板，一人用上吊绳套住尸体的脖子，将尸体拉起来。看到尸体底下的陪葬品后，拉棺材板的2人迅速下来摸金。就在此时，突然刮起一阵阴风，摸金的2人被吓得一激灵。就在此时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王通发现套在自己脖子上的尸体居然睁开了眼。见到这么恐怖的一幕，3人立刻逃出了棺材。他们以为自己惹怒了杜真人，急忙磕头认错。可杜真人并未理会3人，直接飞走。现在杜真人已经变成了飞尸，要比刚开始穿红衣服的自杀者小凤和真娘厉害多了。杜真人想要回到家中找金莲替自己报仇，可妹妹似乎感应到了哥哥今天要回来，急忙出来查看。杜真人不想吓到妹妹，只好附身在纸人身上去找金莲寻仇。结果被他发现自己头七还没过，金莲就开始与曾牛私通。杜真人被气得火冒三丈，就要现身出来替自己报仇。打斗声很快就引来了妹妹。妹妹看到哥哥的佩刀悬浮在半空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可就在此时，关二爷的神像却救了曾牛一命。次日，妹妹来到坟前拜祭杜真人的时候，发现他的坟墓已经被掘开，尸体也已经不见。昨晚的3个盗墓贼更是大力宣扬杜真人变成飞尸的事情。谁说这么大？我看有那么大呀！总而言之，好大，黑头散发，眼发青光，满脸的青筋跳着，满头的鲜血，穿着一件红袍，飞呀飞呀飞呀！哎，我差点让他给捉到了，吓得我屎尿都出来了啊！这件事情很快就到了官差的耳朵里，总捕头拿不定主意，就去找曾牛。当他见到曾牛狼狈的样子后，就知道那3个盗墓贼所言非虚。2人一边派人去茅山请法师来对付杜真人，一边派人去除掉3个盗墓贼，以免谣言四起。很快总捕头就找到了3人分赃的地点，他不由分说就让3人去见了杜真人。次日一早，曾牛就请来了茅山法师，他们先是做法封印了杜真人的坟墓，让他变成孤魂野鬼。到了晚上，再派法师四处寻找，无处藏身的杜真人只好找棺材铺老板帮忙。韩老板，我的墓被人贴满了福字，没法子回去，一时找不到栖身的地方啊！求韩老板给个方便。王老板见杜真人可怜，就将家里的神像全部遮住，然后让他进到一口棺材里躲避。就在此时，官兵带着法师找上了门。法师似乎感应到了杜真人的存在，直接闯进棺材铺寻找。很快他们就发现了杜真人藏身的棺材。2个法师本以为自己这次会立大功，就把身上带的所有符咒全部贴到了棺材上。可下一秒，杜真人的手就从棺材里伸了出来，一个法师措手不及，直接被抓进了棺材里。当棺材盖再次打开的时候，那个法师已经领了盒饭。另一边，大法师得知自己的徒弟被害后非常恼火，他担心自己失去曾牛的信任，拿不到钱，于是便夸口自己的百符阵就连阎王来了也进不去。随后他还给曾牛展示了厉鬼克星黑狗血。金莲在得知自己丈夫变成厉鬼后，便在家里待不住了，直接来到曾牛家里寻求庇护。到了晚上，杜真人就开始为自己复仇，首先就是诬告自己的卢大管家，如果没有他血口喷人，自己也不会遭受牢狱之灾。卢管家急忙跪地求饶，表示自己愿意替杜真人报仇。于是他手持菜刀，在杜真人的帮助下来到了监狱。可惜他根本不是武功高强的总捕头的对手，很快就惨死在总捕头的手下。杜真人见他这么没有用，只好亲自现身替自己报仇。
所缺德的是会有报应的。今天我要抓你到阴曹地府去见阎王。杜真人，杜真人！解决完总捕头后，就轮到了罪魁祸首曾牛。要不是他觊觎杜振仁的妻子，设计陷害杜振仁，也就不会发生这么多悲剧。杜振仁刚刚接近曾府，就被大法师发现，大法师立刻冲出来大吼一声：“呀，邪不能胜正！”眼看外边没有动静，他又回到了百福镇内。杜振仁知道凭借自己无法报仇，只能找自己曾经帮助过的小赵，因为他知道小赵一直暗恋自己的妹妹。见面以后，杜振仁便暗示小赵如果帮自己报仇，就把妹妹嫁给他。于是小赵便拿着杜振仁的刀，偷偷潜入曾府破坏这里的符咒。可很快他就被大法师的弟子发现，他们冲出来一看是个人，才放下心来。曾牛立刻派出包租公去对付小赵，小赵根本不是对手，被打得连滚带爬。危机时刻，杜振仁突然现身，一掌印在了包租公的胸口上，包租公顿时就领了盒饭。大法师见状就要做法对付杜振仁，但他没想到的是，杜振仁居然和小赵合二为一，这下可麻烦了。小赵拥有了杜振仁的武力，曾牛家的大手很快就被砍翻在地。大法师见状，立刻让徒弟喷黑狗血，而杜振仁纵身一跃就躲开了攻击。大法师见曾牛非常紧张，急忙安慰他：“曾师叔，这个百福镇好比是天罗地网，你不必害怕。”可下一秒就传来了金莲的求救声，众人顾不上百福镇，急忙冲过去查看，原来只是虚惊一场。看见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看见。那你叫什么？我怕，我真的好害怕。但是他们现在已经走出了百福镇，杜振仁不会再给他们机会逃回去。他先是出现在曾牛面前，一掌就印了下去。可曾牛身上有大法师的符印，不仅反弹伤害，而且还将他从小赵体内震了出来。曾牛想要趁机解决小赵，可小赵却拼命撕毁了他的符印。没有了符印的保护，杜振仁直接冲向了曾牛。大法师和他的徒弟还想用黑狗血来对付杜振仁。小赵见状举起关刀就将徒弟和大法师砍翻在地。曾牛还想着逃进百福镇，结果被镇内的吊灯砸中，当场身亡。杜振仁看在和金莲夫妻一场的份上，并没有杀他，只是扯下了他的头皮，将他吊在了房梁上。小赵见杜振仁报完仇，急忙追出去询问自己和他妹妹的婚事，可杜振仁却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空气中。到这里影片也就结束了。像这种厉鬼复仇的影片都是围绕因果报应，通过怨灵索命之类的超自然现象，传递善恶中有报的价值观，教育那些作恶的人迟早会被人收拾，而善良的受害者也得到了心灵上的抚慰。大家还有哪些关于穿红衣变鬼复仇的影片推荐，可以发到评论区，我们一起探讨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